永安侯下邑结党营私，贪污军饷，罪大恶极，责令抄家，一干家眷奴仆全部入狱关押。冤枉！老夫是被冤枉的。爹爹，小姐，快逃！成亲3载，我第2次有孕的那天，父亲被冤落罪，故意是当朝首辅，你去求他，并能查清真相，救侯爷出来。夫君，你救救爹爹，他是被冤枉的。他是我叫阮流章，与知意哥哥青梅竹马。他等了我10年，我总要给他一个名分。青梅竹马10年，你当初求娶我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。5年前初见之时，我是圣上钦定的女士，专为公主传道授业，而他是新进京的举子，气宇轩豪，风姿国法。可惜，许多年后我才恍然明白，他当时看向我目光之中，竟满是厌恶。谢大人该不会是喜欢先生吧？休要胡言！可这月都第几次了？先生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他，莫非这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？还在胡说，罚你抄书。花季少女遇上那般明媚的少年，说不动心是假。所以七小节那天，我特意送去了自己亲手缝制的香囊。你做的？做的不好，你将就着看吧。好看。再后来，他治水有功，却以一身功绩换圣上将我赐他为妻。臣不要任何赏赐，只求能与时清喜结连理，修百世之好。我想这就是两心相悦吧。1年后，凤冠霞帔10里红妆，我嫁他为妻。我只恨不能将这条命给你，来见我对你的真心。别说不吉利的话，我要你好好活着。又1年，我有了身孕，满心欢喜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我有身孕了，你就要当爹爹了。你不开心吗？我怀孕了，你不开心吗？怎么会？只是今日公务繁忙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我错了，要如何惩罚都依你。此后数月，他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，让我也觉得他最初的不愿只是自己多心。直到我怀胎7月，去城外祈福的路上，马车受惊。怎么会这样？夫人怕是不妥。大人，保大还是保小该决断了。保大，为保大，不许他有事。夫人无碍，只需好好休养便可痊愈。只是胎儿没能救回来，那是一个已经成型的男胎。不可能，他不能看。大夫，他方才叫的好大声，他该有多疼啊！我也曾疑心是他所为，可他见佛堂一跪就是3月，情深意重，见着无不落泪。或许是我多心了吧，直到一切真相大白。他等了我10年，我总要给他一个名分。原来今日的一切早都有迹可循。谢之意，我又有身孕了。也好。也好，我腹中之子已4月有余，算起来我比你先生产呢。小姐，方才圣上下旨，侯爷3日后问斩，你快求姑爷帮帮忙。为何不审？为何定罪？我要进宫。小姐，我昏迷多久了？父亲，母亲。我昨夜进宫，求得皇上重申此案，可拖到秋后，你安心养胎。我可以帮你父亲脱罪，如今只有我能为你父亲脱罪。开条件。我少时便答应过，若有1日得势，定要刘正为妻。好，只要国父安然无恙，这首府夫人的位置我让。一言为定。此后7日，他早出晚归。他说父亲很快就能无罪释放。我想，若能全家无碍，便是舍了这5年的情谊又如何？可他直到这一刻还在骗我。你该不会真以为知意会为你父亲翻案吧？他答应我的，自然会做到。别傻了，夏侯爷清清白白，此番落难，本就是你的亲戚夫君栽赃嫁祸呀。夏侯爷清清白白，此番落难，本就是你的亲戚夫君栽赃嫁祸呀！怎么可能？父亲待他一向亲厚，他何故如此？若真如你看到的那般亲厚，他何故设计将你丢了第一个孩子？刘征，你把门打开！不开，说好娶我为妻，我拒绝了多少江山富豪，你呢？转头八抬大轿娶了别人。我那也是迫不得已，我发誓一定会娶你的啊！那有何用？她都怀孕了，届时就算我嫁给你，我的孩子也不是长子。
相信我，我们的孩子一定是长子。怎么可能？孩子若是他哭得那样伤心，我的佛堂跪了3夜，怎么会是他亲手所为？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恩怨，但我想给自己的10年一个交代。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侯府若亡，你无路可退，只能留下。可我不愿与人共侍一夫，这样的男人，想要的话就自己留着吧。抱歉，师姐，我没能为父亲翻案，但是养了5年，谢大人不累吗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第一个孩子是因你而我，我的父亲是被你陷害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你还要做戏给我看，有必要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我以为我们是两情相悦，那只是你以为。我10年寒窗苦读，只为出人头地。你父亲资助我银钱，我以为他是赏识我的才华。直到你的出现，初见之时，故意引我注意的假帅，此后无数次的偶遇，你敢说那不是你蓄意为之？那些都是巧合。谁知道呢？若非爱慕，又何必送我你亲手绣制的香囊？你可以不收的，你可以拒绝，没有人逼着你娶我。可我收了你父亲的恩，我有拒绝的资格吗？你是没有亲口逼我，可身边的所有人都在为你逼我。与未来岳丈共事是什么感觉啊？谢大人好福气呀，能做夏侯爷的女婿。知情脸皮薄，做男人的应当多主动一些。我以功绩求娶，10里红妆迎你入门。3年来与你演一对恩爱夫妻，琴瑟和弦，可这没有一刻是我心甘情愿的。3年来与你演一对恩爱夫妻，琴瑟和弦，可这没有一刻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他眼神中的厌恶是真，他口中的恶语相向是真。直到这一刻，从前令我疑惑的点点滴滴汇聚而来，并造出他对我的所谓情深意重背后的机关算尽。你还好吗？那父亲呢？若非他资助，你如何能到今日的高位？我才是当朝首辅，所有人敬我为我，可我不想因为昔日的资助就在你父亲面前低人一等。唯有他彻底倒了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平等。你混蛋！此事已成定局，任谁来了也无力回天。说打我2巴掌能叫你出气，我今日就站着不动，叫你打个痛快。我不会再依靠你的，家人我自己救。没用的，我做的局万无一失。谢大人也别太高看了自己，更别小看了我。只要你愿意做妾，我虽救不下侯府，却能保住你。怎么要我对你感恩戴德吗？我是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不想你一同赴死。多谢你为数不多的好意，你最好杀了我，否则待我翻身归来，死的就是你了。你最好杀了我，否则待我翻身归来，死的就是你了。我是在为你考虑，非要这样同我说话吗？你真要纳妾吗？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害他落了成心的孩子，又叫他家破人亡，如今他有孕在身，总归是我欠他的。可你答应过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哎呀，都是造化，万般不由人。你要的正气我给你了，你的孩子也会是我的长子，只需给他留一些安身之地啊。我的刘璋这样善良，一定会答应，对不对？我要说不呢？都是要做母亲的人了，你要懂事啊。我以为青梅竹马的情谊总不会变，可这一瞬间，他的眼神叫我觉得陌生。整整3月，我拖着孕体辗转奔走，被无数次拒之门外，又无数次敲开那一扇扇冰冷的大门，正为我父亲沉冤昭雪。此事确为刑部书，朕即刻命人放了你的家人，许下邑官复原职。吾皇圣明。此案已了，你何故还不离开？贪腐冤案已了，但臣女还要告御状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臣女要告当朝首辅谢之义，蓄意陷害忠臣，图谋不轨，其心可诛。臣女要告当朝首辅谢之义，蓄意陷害忠臣，图谋不轨，其心可诛。石青，圣上面前，你休要胡言。你父亲落罪之时，谢大人还亲自来宫里为他说情，这臣女有证据，圣上下旨一查便知。下石青。只是谢大人官位不低，查办他一时也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若圣上信任，臣愿一试。臣，你我同朝为官，我自问从未得罪过你。是啊，正因为都是同僚，我自然要为首辅大人洗清冤屈了。哎呀，
你这样紧张，莫非真是心里有鬼啊？我没有。那便查。谢之意的确聪明，撺掇别人指证，自己斩首的甚少，没办法彻底定罪。一品贬谪5品也足够他受的了。不过江雪如此卖力，很难不怀疑你们曾有私仇啊。废话，他贪污的是我的粮饷，他多贪一口，我河边进的将士就少吃一口。您辛苦了。你满意了？这才哪到哪儿？我害你父亲，你也还我一次，我们应该可以扯平了吧？我害你父亲，你也还我一次，我们应该可以扯平了吧？你打我一巴掌，我还你一巴掌，这不叫公平。因为我本来也没想打你，却因为你受到了伤害，所以我要你比被打痛苦1000倍万倍，这才叫公平。我们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无论走到何种结局，那都是大人咎由自取。这是和离书，从此你我再无关联。可你腹中还怀着我的孩子，那小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？你这样的父亲还是没有比较好。如果说我其实早就后悔了，你信吗？你还笑得眼眸如星河茂盛，你来去按您的吩咐，药煮好了。好，陆胎不是小事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也是您的孩子，而且陆胎伤身，有这个孩子的存在，我永远都会被谢之意纠缠不休。不过这5年的时间，我输得起，但未来的一切，我要自己做主。你我如何相拥？某个时空是未来我旧梦，你也一瞬即红，只是不到你的影踪，偏偏回忆放纵，直接落空，多痴情多懵懂。小姐，你说爱一个人，吸进去那么多勇气，怎么吐出来的全都是叹息啊！小姐，谢大人来了，已经3个多月了，他还不死心吗？谢大人说，若您不肯相见，他就日日来此等候，直到您愿意见他为止。爹爹也不管，侯爷命人驱逐了，他赶不走，毕竟他还有官位在身，不好太过粗鲁。世清，你终于可见我了。我来是提醒你一句，我还没有放过你，与其在这纠缠，不如想想来日我发难，你要如何应对。3个月了，你怎么？这个呀，落了。落了，那也是一条生命，你还配为人吗？你也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做人啊！你当是看我丢掉的，可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孩子。我也有我的难处，我答应了刘长，就让他的孩子做长子。你花着我父亲的银子读书赶考，用着我父亲的人脉平步青云，却反有一口诬陷于他。此刻怎么有脸站在这儿的？相处无猜，说不爱你是假的。世清，我所做的一切，只因我不能接受别人胁迫的滋味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嫌我官位低是吗？给我3月时间，我恢复首辅之职，你与我重修就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夜深了，志毅哥哥还不休息？还有一些公务要处理，你先睡。你已经多久没有陪我了？整日不是工作就是工作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和孩子？我做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你和孩子吗？是为了升官，还是为了做回你的首辅大人？这有何不好？那可不是为了我，我从来不奢求你能做多大的官，我只想与你有一方安身之所，与你平平淡淡，白头偕老。这就是你和世清的区别，他从来不会说这些混账话，他见多识广，会给我的所为提出建议，他知书达理，会同我一起进步，他会理解我的野心，支持我的野心，而你只会盯着自己眼前的1亩3分地。下的他也许曾藏爱恋，抵不过那如故一劫，我的爱与恨。他那么好，你为什么留不住他？我以为侯府落败，我便能高人一等，我可以顾着少氏的情谊娶你为妻，也能以上位者的姿态收她为妾。我明明都想好了一切，可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不行，我要再努力一些，只要做回首府，就还能追她回来。陈将军为何坐在这里？哎呀，耍赖呢，别理我。哦，哎，
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？至少多问一句吧。好吧，那你为何耍赖？就要入冬了，我前线将士的军费还没批下来，之前被贪污，现在案子破了，银子不知道去了哪儿，圣上还跟我哭穷，我非要跟他耗下去，看看谁先撑不住。那必定是你的将士撑不住了。烦，无力反驳。父亲的事情你帮了我，如今我也帮你一次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只管3日后出征便是。3日，比之前圣上答应的还多了3倍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是女诗，时常与后宫打交道，借此发起义卖。娘娘们一听是为圣上分忧，自然都乐得相助。朝臣闻讯而来，也纷纷解囊，这不就齐了？哎呀，幸亏你合离了啊！此等才华，若只在后院做个打理内职的夫人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出发吧。哼，待我得胜归来，给你带礼物。这。难怪他当日进京帮你，原来是早就有了私情，亏我还蒙在鼓里。原来是早就有了私情，亏我还蒙在鼓里。若论起私情，谁比得过谢大人你啊？你背信弃义，叫青梅苦等10年，无情无义残害妻子，陷害忠良。什么时候你这种人也有资格来指责我了？你不该跟我解释你2人之间没有私情吗？我为何要浪费口舌向你这样的人自证清白？就算此刻已经和离，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夫妻，女子须得从一而终，你却与人有私，你……哼，那咋了？明明是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您就不怕他到处乱说？那样自命清高的人，怎么可能说出去？近日若有好差事，有劳大人关照我些。我知道谢大人立功心切，只是这出人头地的机会不是常有啊。我把这杯酒喝了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可好？你把这个喝了，我手上倒是有个好差事给你。好，我喝。谢大人这样拼，买只有翻身的那一日。不会的，没有筹码的入场，注定是跪着讨食的狗。为什么这么难？1年了，我足够努力，足够拼命，我比所有人干的都多，却再也没能得到圣上的赏识。我以为足够努力聪慧，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为什么不过出来一次，一切都不一样？1年时间，只零零散散找到这些证据，仅仅如此又不能叫他彻底丧命，还需心之一刻一伏的寒冷和烦，落叶有生命周转，解不脱是情关。讨厌，想死也不换个地方。送他回家，再找个大夫来。啊！是你救了我吗？师姐，我都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是不想管，但你死在我家门口，难免给我招来麻烦。你还是这样的口是心非。告诉他们，回禀大人，因常年酗酒，又兼操劳过度，肾阴肾阳俱损，男子以精气为根，如今耗损过甚，恐房事之事难遂行矣呀！怎么回事？你会不会因此就不要我了？你多虑了，毕竟这个以前也不是你的特长，而且我本来也不要你。
你不是每次都能这样好运晕倒在我家门口，好自为之。我知错了，石青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所以呢？从前是我误会了你，我以为你是以恩情胁迫我娶你为妻，可在这期间，我早已为你倾心，只是碍于面子，始终不肯承认罢了。我做了错事，也受到了惩罚，我们就不能一笔勾销，重新开始吗？不能。石青，我爱你的时候，你对我虚情假意，凭什么要求你悔过后，我就要既往不咎？可我知错了，我道歉，我忏悔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啊，那你去死可以吗？那会让你开心吗？当然。不敢伸着，不敢想问，却又贪恋你。看吧，死都舍不得，还谈什么悔过呢？水，给我水！人呢？哎呀，来了来了！怎么是你？其他人呢？自女士和离阮姑娘离开后，这府上的下人就越来越少喽。截至今日啊，也就剩下我一人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说您薄情寡义，又翻身无望，自然去寻更好的出路喽。你为何不走？哎呀，我早年跟你一样，什么都想要，丧尽天良的事情啊做了不少，如今也是无处可去喽。你敢羞辱本官！你敢羞辱本官！我骂我自己，您急什么？您如今留着我，夜里还能喝上口热茶，若将我也赶走，可就真是孤家寡人喽。既然升官无望，更没机会叫事情回心转意，那便放下吧。我还要留着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与他厮守一生也好。刘正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什么家？这里就是我的家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从前我一心只想着升官，现在我也想清楚了，能平平安安过一生也挺好的。你跟我回去吧，我会用此后的一生来弥补你和孩子。可我已经嫁人了，你再不走，我相公回来了，说要打你，我可拦不住。嫁人了？你怀中抱着与我的孩子，你能嫁给谁？那是一个敬我、爱我、护我、疼我，会将我孩子视如己出之人。什么视如己出？这是我的孩子，你必须让我回去。倒打朝廷命官，你想死吗？敢欺负我婆娘，我给你脑袋开个瓢！敢欺负我婆娘，我给你脑袋开个瓢！你说嫁人就嫁个这样的？我懂了，一定是在同我赌气啊！谢大人还真是自信。我就算不是首辅，那也是京城的五品官，也能叫你吃穿不愁。你跟这乡野汉子，他能给你什么？他能给我爱。跟他废话做甚？还不走是吧？我再给你来一下子！莽夫粗俗！哎，辛苦你了，孩子我来报。今天收入不错，我给你啊带了礼物。走，回屋，我给你瞧瞧。为什么我连这种人都比不过？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孩子没有，官职没有，家也没有了。明明是唾手可得的光明未来，却变成了如今这样。站住！你也要来看我的笑话吗？的确是来看笑话的，但不止这些。你陷害忠良，证据确凿，我是来拿人的。我已经无力翻身了，你还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我只是叫你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，这也就赶尽杀绝？我不会放过你。我也一样。赶紧走！这下是真的结束了吧？桩桩件件的罪名足以叫他斩首，结束了。可我瞧着他那眼神，心里总觉得不安。将死之人，别理他。
然你不叫我活，大家都别活了！小姐，就给我当小姐！谢之言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不了，你不要我了，官职没有了，我如何努力也达不到当年的风光。如生宁可要一个农夫也不要我要被拔了斩首之刑。既然活不了，我就带着你一起死。覆盖世界，那是我的伤悲。最后我才发现没有了爱，怎么都不对，却让我差一步，就差一步，就永远在一起了。看到了吧，心软的人永远被践踏，心狠的人永远最潇洒。我对他没有心软，所做的一切只是想光明正大，叫他罪有应得。我理解你想杀人诛心，但以后记住了，永远不要弄碎别人的心，毕竟心只有一颗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但可以弄碎他的骨头，毕竟骨头有很多块。这样是不是不大好？成手是死，这样也是死，殊途同归。我对了，给你带的礼物，匕首，不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看到会用科技学从越活着，就像一条下半距离轮回。站住！过来看看，可有满意的？没有，走了。你与那陈将军一向交好，不如与他说说。陈安战功赫赫，为圣上忌惮。您老人家要是权臣，我嫁他，您不要命了？那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哎呀，不看了，我不嫁哈。女子总要嫁人的，不然你死了以后埋哪儿啊？随便啊，爱埋不埋，甩大街上了。反正害怕的又不是我。你这小兔崽子！